海童猛冲上前去，两手就从任大哥的手里夺回了洋洋，然后腾出一只手，一巴掌扇过去，落在了任大哥的脸上。任大哥是个10岁左右的男孩子，由于他个头高，看上去像14、15岁的青少年一样。忽然挨了海童一巴掌，他非但没有害怕，反而怒火中烧，像疯了一样扑过来就要跟海童对打。谁知道他还没有碰到海童，两脚就腾空了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他整个人已经被人挤压到墙壁上，面朝墙，背朝后，两只手被快速的反剪压在他的身后。他想挣扎啊，那两只大手却像铁钳一样，钳得他动弹不得。被钳制住的双手，手腕感觉越来越痛。放开我！任大哥哇哇大叫，有种的，放开我，我跟你单挑。任家大姐眼看大弟被人推压在墙上，她想都不想就要去救弟弟，却被一道人墙挡住了。她定神一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她家里闯进来几个高大的男子，就那几个男人还很好看。她虽说才12岁，却也懂礼欣赏美男了。平时同学们还会讨论哪个男明星更好看。她看着眼前的人墙，那傻了眼，是电视里的明星跑出来了吗？真的好帅啊！你们是谁？刚才不搭理洋洋的任姑丈父母看到这么多人也吓了一跳。海童不理他们，低头看着洋洋。洋洋两边脸被任大哥打得又红又肿，印满了鲜红的手指印，嘴角都流血了。那双平时闪烁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，此刻充满了惶恐。他张着嘴想哭，可能是吓坏了，竟然半天哭不出声来。海童的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，他白着脸，抖着手，不停地轻拍着洋洋的后背，不停地把洋洋压靠在他的怀里又松开，嘴里哭喊着：洋洋，是小姨呀，小姨来救你了，洋洋，你哭出来呀，别吓小姨。洋洋看着海童，眼神有了焦距，等他完全看清楚抱着他的人是海童后，他哇的大哭出声。小姨！他两手紧紧地搂抱着海童的脖子，大哭，可他哭得太久了，嗓子嘶哑，大哭也是干嚎着，听得海童心如刀绞，恨不得把任大哥碎尸万段。他们俩是亲表兄弟啊，任大哥怎么就能狠得下心这样对待洋洋？一个10岁的孩子如此的心狠手辣，这是从根子里就坏透了。洋洋，别怕，别怕，小姨来了，别怕。海童一边哭着一边哄着洋洋，他都不敢想象，他要是来迟了一步，洋洋是什么下场。周红林还好意思和他姐姐争夺洋洋的抚养权，看他这边的人是怎么对待洋洋的。洋洋哭着哭着就没有动静了，海童一看，他晕了过去，那身子软软的倒在他的怀里，海童的心被吓得就像要从嘴里跳出来一样。洋洋，海童摇着洋洋的小身子，之后呢，他抱着洋洋扭身就冲出去。一晨，这里交给你们了，他是怎么对洋洋的，加倍还给他。战印把任大哥一甩，任大哥就被他甩得跌倒在地上，他跌在地上都还没有爬起来，竟然就一脚踢向战印。战印都不带看的，凭着感觉就回了他一脚，并狠狠地踩在他那只踢过来的脚上，痛得任大哥嚎叫起来。冷冷地看了任大哥一眼，战印就撇下这些人，赶紧跟着出去。海童已经把洋洋放躺在车椅上，他要去开车。海童，我来开车吧。战印忙把海童从驾驶座上拉下来，塞到车后座去，他去开车。海童也不跟他争，再次抱起就不知道是被暴打的晕倒，还是被吓晕的洋洋，对战印说道：找最近的医院。不用他说，战印也会找最近的医院。车子很快就开动了，海童紧紧地搂抱着洋洋，心疼的泪水一滴一滴的滴落。洋洋这么可爱，却要遭受到这一切。一路上夫妻俩谁都不说话，海童也没有心情，他害怕洋洋会出什么事啊。洋洋如果有个3长2短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任家。那也很快啊，到了一家医院。战印一停好车，海童就抱着洋洋冲下了车。医生啊！他一路疯跑，一路叫喊着医生，引来无数人的侧目。有他这一路叫喊，
就医生护士们都被惊动，他也不管那些医生是什么诊室的，抓住一个就赶紧求着医生快救救我外甥吧，他被人虐待昏迷了。医生连忙接过洋洋，抱着洋洋快步走向急救室，其他医生护士也跟随。有个护士提醒海童，孩子是被虐待的，你赶紧报警。说了那句话，那个护士匆匆地走了，海童也跟着走。在洋洋被抱进急救室后，他掏出手机抹了一把泪后，把打110报警。说话时啊，他声音哽咽，110接线员温声安抚着他，让他情绪平稳些了再说。那还是战印来了，从他手里拿过手机，跟110接线员说清楚了。战印，海童扭身就投入他的怀里，两手捂着脸，那泪水止不住往下滑。他很久没有这样哭过，姐妹俩在父母双亡后呢，饱受人情冷暖，早就学会了坚强。可是此刻呢，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一想到洋洋那张红肿的脸，那脸上满是手指印，嘴角流着的血，吓得哭不出声来的样子，骤然间变得软而无力的小身子，他就害怕。战印紧紧地抱住他，洋洋会没事的啦。战印这样安慰他，也是在安慰自己。洋洋若有个3长2短，我要他们全家陪葬。海童哭着说着狠话，洋洋不会有事的，这件事交给警方处理。我也跟一晨说了，他怎么对洋洋的，就怎么还给他。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洋洋？那个混蛋还是洋洋的表哥呢。周红林每个月给他父母一笔生活费，我姐说不会少于5000元，都用到周红英的家里去了。周红林等于是养着姐姐一家人啊，看看他的外甥是怎么对待他亲儿子的。战印沉声说道，父母是人生第一位老师，你姐那个大姑姐是什么德性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儿女，让他的儿女从根子里就变坏了。没过多久，急救室的门开了，洋洋被推了出来。洋洋，海童夫妻俩快步上前，他着急地问着医生，医生，我外甥怎么样了？宝宝的脸被打成这样，软组织受伤了，还有他的一边大腿青紫，是被人踹的吧？衣服上有脚印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伤了，会昏迷，是惊吓过度晕厥的。护士现在用着冰块给洋洋敷脸啊，是谁对这么小的一个宝宝下如此狠手呢？医生都心疼洋洋的遭遇。哇，那么可爱的小宝宝，就两边脸被打得红肿到发紫的地步，可见施暴者的心狠手辣呀，面对一个这么小的宝宝都下狠手，简直就是丧心病狂啊！是他表哥。医生，什么仇什么怨呀？表哥对表弟下狠手。我刚才把孩子的伤情拍了照，这些照片给你们保留着吧，等警察来了，有证有据的可以起诉对方。海童连忙道谢，他拿出手机先加了医生的微信，对方通过后，立即把拍到洋洋伤情的照片发给了海童。孩子没有大伤，但他心灵创伤比身上的伤更重。接下来，你们好好的陪着孩子，他年纪还小，只要有大人的陪伴，慢慢的就会走出阴霾的。海童连连点头，谢谢医生。战印再次向医生道谢，医生回了句不用客气，就走了。夫妻俩呢，跟着护士们进了一间病房，洋洋被抱着放躺在病床上。护士说道，宝宝很快就会醒转的，醒来后好好的安抚他，他是惊吓过度才晕倒的，他脸肿成这样，要继续帮他用冰块敷脸，24个小时后改成热敷。好的，谢谢。海童连连道谢，他坐到了床上去，取代护士用冰块帮洋洋敷着脸。那过了几分钟，洋洋就醒了。哇，睁开眼就想哭，看到海童后，他才没有哭，但还是爬坐起来，就钻进海童的怀里。洋洋，别怕啊，小姨在呢。海童一手抱着他，一手拿着冰块，柔声哄着洋洋，小姨帮你敷脸，这样洋洋就能很快好起来的。洋洋两只小手紧抓着海童的衣服，在海童哄了好一会儿呢，他才肯抬头让海童帮他敷脸。大哥大嫂，战一晨等人来了，洋洋怎么样了？战一晨关心地问着。
脸部软组织受损，医生说先用冰块敷，24个小时后再热敷。一边大腿被踹的也是青紫，主要是受到的惊吓太大，这些伤容易恢复。心灵受到的创伤则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恢复。那个小混蛋怎么样了呀？战印低沉地问着。我没动手打他，但逼着他爸把他的脸打肿了，嘴角也流血了。我们也把他家里砸了一遍，他们还叫嚣着说要报警。我叫他们赶紧报警，说洋洋若有3长2短，正好让警察把他儿子带走。他们就不敢叫嚣了。战一晨是见对方还是个孩子，他动手的话被任家反过来告他，就不爽了。好在他们人多势众，任姑丈为求自保，狠狠地出手教训了大儿子，把那个小坏蛋的2边脸也打得红红肿肿，嘴角流血。任姑丈打起孩子来也是心狠得很，不仅把大儿子的脸打肿了，还用皮带把大儿子抽了一顿。他是怪大儿子打洋洋的时候，刚好被海童等人来看个正着，害得他们家被砸，损失惨重呀。要是洋洋真有个3长2短，任姑丈也怕了，他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，那到时候无法向小舅子和丈母娘交代呀。一怒之下，对大儿子也就下了狠手。他的父母哭喊着说任大哥还是个孩子呀，哭诉战一晨等人那么狠。战一晨反驳他们，洋洋难道不是个孩子吗？洋洋才多大，他就那样暴打洋洋。任姑丈的父母呢，顿时说不出话来。自家的孩子犯了错，就说还是个孩子，不要跟孩子计较那么多，还说什么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很正常。哇，那是小打小闹吗？洋洋都被打得进了医院。大哥，我们砸了他们家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家里安装着摄像头的，我看过了监控，洋洋被打的过程全都被录到了。我把他们家的监控主机硬盘都带了回来，放在我的车上。战印沉声说道，我们也报了警，等警方来了，就让警方看监控视频。战一晨着，对，洋洋施暴的也是个孩子，报警后或许无法把任大哥抓起来，但能让周红英夫妻俩赔偿道歉，并保证以后对任大哥严加管教，也能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。你先在这里看着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战一晨点点头。战印扭身出了病房，走到人少的地方，打电话给苏南。苏南此刻嘴里叼着一支玫瑰花，骑着一辆新买的自行车，刚到那游艺咖啡厅门口，就接到战印打来的电话了。他以为好友是关心他相亲的进展，停好车，修长的2条腿踩着地面，撑住了自行车，然后他一手拿下了嘴里叼着的玫瑰花，一手拿着手机接听好友兼上司的电话。苏南还以为战印是问他关于周红林转移财产的证据，电话一接通，他就说到，战印，等我相完亲了，就把证据整理好打印出来，再送过去给你。现在还用不到吧？今天周末呢，民政局不上班，那个证据你等会再给我送过来，没事。现在你先帮我调查一下周红林姐姐和姐夫的工作，还有呢，立即全面打压威浩电子公司，然后传话给他们老总，想保住公司，就把周红林和那个叶什么的女人开除了，放出风声去，以后哪家公司敢寻用周红林和那个叶什么的女人，就是与战氏集团为敌。周红林的姐姐以及姐夫的工作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都给我一并撸了。战印原本是想等大姨姐和周红林离掉了婚，他再出手让周红林一无所有的，但洋洋被抢，还被欺负了，让他不想等了，哪怕到最后会暴露他的真实身份，他也要让周家人一无所有。感动他战印的外甥就是找死呀！哎，他们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，他就亲自教他们怎么写个死字。苏南一听就知道发生了大事，战印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似是咬牙切齿的，处于愤怒巅峰。周家人抢走了洋洋，我们找到洋洋的时候，周红林的外甥正在对洋洋施暴，洋洋现在在医院，脸被打肿，软组织受伤，也吓坏了。苏南骂了句人渣，怎么会有周家那样的人渣存活在这世上，简直就是丢尽我男同胞的脸。
洋洋怎么样了？苏南关心地问。身上的伤过几天就能好了，但心灵的创伤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治愈。教训了那个对洋洋施暴的恶魔了吗？需要我带人过去揍他一顿不？那么小的孩子也下得了手，那简直是毫无人性。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，是个10岁大的男孩子报警了，但他这个年纪顶多就是被教育一番，勒令父母管教，赔偿一点钱，并不能让他坐牢。不过让他爸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，也被打肿了脸。让任姑丈出手教训任大哥，那是父亲教子，与他们无关了。我能爆粗口吗？我他妈的就10岁大的孩子，都这般的心狠手辣，将来出到社会，也是很快就会被抓进去吃牢饭的了。战印，你放心，我会办好的。我现在就让人去办，保证让他们变得一无所有。战印有点歉意的道，希望没有影响你相亲的心情。沈小姐是嫂夫人的好闺蜜，这一次印象不好，以后也多的是机会再见面，有缘的我们俩会有结果的。无缘啊，你把我们俩捆绑在一起也没用。苏南虽说格外重视和沈小军的相亲，却也看得开，顺其自然吧。派出所的人来了，哎，我先回病房。好的，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我这个人侠肝义胆，你最清楚的了。我苏爷就要扫平世间不平事了。战印此刻心情恶劣得很，听着好友这句话，他忍不住莞尔，你这不是八卦心强烈之故。苏南，你净说什么大实话？你去相亲吧。战印挂了电话，苏南不急着进咖啡厅，而是先打电话给自家少主，请求少主帮忙，先把周家所有人的工作收入来源摸清楚，然后从根源上切断，才能做到让他们失去一切。至于全面打压威浩电子公司，这是属于战氏集团的内部策略问题，他就没有跟自家少主说。苏家少主对于苏南动不动就找他帮忙早已习惯，也能通过帮苏南办事知道战大少爷的一些私事。其实也不错，毕竟战印的很多私事不是谁都能知道的。请求自家少主帮忙后，苏南又通知自己的下属们，全面开展打压威浩电子公司的行动。安排好一切后，苏南才叼着那支玫瑰花进了咖啡厅。沈小军比他早到，早就在咖啡厅里靠窗的一张桌子前坐着。刚才苏南打电话的情景，沈小军在里面都看到了。自然也看到他是用嘴叼着那只玫瑰花来的。沈小军心里想着，他是属狗的吧，就什么都用嘴叼的。苏南进来后，沈小军起身朝他招手。苏南看到沈小军招手，心里想着，我靠，我竟然迟到了。他忙拿着那只玫瑰花走过去。那沈小军没有化妆，也没有刻意换上漂亮的衣服，他和平时没有两样。不，平时他还会化个淡妆的，现在真的是素面朝天。沈小姐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久等了。沈小军笑了笑，我也没有等多久，苏先生请坐。苏南在沈小军的对面坐下，随手就把那只玫瑰花递给沈小军，沈小军却不接。苏先生用嘴叼着这枝花来的，他没有再说下去。苏南，下次我买一束给你，用手捧着，不会用嘴咬的了。你嘴巴那么大，能咬住一束花？苏南，不能。他把那只被他用嘴咬着过来的玫瑰花扔进了桌子底下的垃圾桶。见沈小军已经叫好了他喝的咖啡，苏南叫来服务员，也要了一杯咖啡。服务员给他送上咖啡时，多看了他2眼。苏南微笑地对服务员说，我在相亲。那名服务员脸一红，想说什么的，大概是记起了上司的叮嘱吧。他红着脸说道，我没有其他意思啊，就是想确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苏总而已。服务员赶紧走开了。苏南摸了摸自己的脸，我爸妈给我这么高的颜值也是一种负担。那沈小军扑哧的笑，苏先生的确长得很好看，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男人之一。除了我，还有谁比我长得好看？你的同事战印呀。苏南顿时心塞塞地道，你就别拿我和他比较，
太打击人了。沈小姐，你该不会是对我同事有什么想法吧？沈小军差点喷出一口咖啡，他咳了几声，忙道：苏先生，我对你同事没有任何想法，他是我好闺蜜的丈夫呢。朋友夫不可戏，况且啊，你同事那冷冰冰的样子也不是我的菜啊。他可没有海童那么好的耐性，能和战印相处融洽。况且连海童都说面对战印冷得啃不下嘴。沈小姐，我也就是随便问两句的，主要是我同事长着那妇人神共愤的样子，实在是太招摇了，桃花旺盛。要不是他高傲冷冽，黏着他的狂风浪蝶，赶都赶不开。沈小军并没有过多的问与战印有关的事。战印那么帅，会有其他女人爱慕他，太正常了。战印对海童越来越好，他也看在眼里，压根儿不担心有女人能从海童身边抢走战印。苏先生没有恋爱过？没有，我纯得像一张白纸。苏南说的也是实话，他没有正式恋爱过。至于青春年少时曾经暗恋过班里的一位女生，那是10几年前的事了，不用提啊。他现在连那个女生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。听你同事说你是工作太忙的缘故啊？是呀，工作太忙，根本没有时间认识像沈小姐这样的年轻女子。不过爱慕我的女人还是很多的。那沈小军笑道，要是没有人爱慕苏先生，我都要怀疑苏先生有问题了。苏南，我绝对身体健康。表面看起来苏先生是很健康。苏南张张嘴，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接沈小军这句话。总不能说让沈小军试试他有没有问题吧？相亲时说这样的话，那就是调戏对方，是耍流氓行为。苏南决定啊，还是装哑巴吧。一向能说会道的苏南，遇到了沈小军，竟然有接不上话的时候。苏南在心里腹诽着，这个一躺成名的女孩子真是不一般，敢说啊。医院，海玲在老太太和梁姨的陪同下呢，匆匆地赶到了医院。那警方已经做完了笔录离开，周红英夫妻俩以及他们的好大儿，也接到了派出所的传唤电话，要他们去派出所一趟。周红英才知道自己的好大儿闯下了大祸，她都不敢直接告诉弟弟，偷偷地告诉了父母。谁知道周母一听说大外孙把孙子打得进了医院，就哭嚎起来，边哭边骂人。周红林便知道了。那在海玲赶到医院后，周红林也带着他的父母匆匆地往医院赶。至于周红英，现在就不敢过来，怕被海童姐妹俩撕了她今天也吃了大亏啊。况且呢，他夫妻俩还要带着他们的好大儿去派出所报到呢。洋洋，海玲跌跌撞撞地冲进病房，看到窝在妹妹怀里的儿子，她扑上前去。洋洋，她一把抱过了儿子。哇，看到儿子脸上的伤，她伸手轻摸，手都在抖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，一颗颗的滚落。妈妈，洋洋看清楚是妈妈，哑着声音嚎叫一声，就紧紧地搂着海玲的脖子，哑着声音哭道：大哥哥打我，妈，大哥哥打我。洋洋，妈妈，我要回家，我不要在姑姑家里，大哥哥会打我，小宝哥也会打我。洋洋开始哭喊着要回家。海玲一边哭一边哄着她，妈妈带洋洋回家，妈妈就是来带洋洋回家的。洋洋不在姑姑家，永远都不去姑姑家了，他们再敢打洋洋，妈妈就跟他们拼了。在妈妈和小姨的安抚下，洋洋的情绪好了很多，没有再哭闹，但是一刻都不肯和妈妈分开。他害怕一离开了妈妈的怀抱，他又会被姑丈带到姑姑的家里，小宝哥又会打他，大哥哥也会打他，他好怕呀。医生怎么说？安抚好儿子后，海玲抹了泪，哽咽地问着妹妹。幸好呢，她还有个妹妹，那妹妹的婆家人也很好，否则呢，她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就是脸上和一边大腿上有伤，那脸上的伤让用冰块敷会消肿的。大腿上的青紫啊，坚持天天抹点药油，过几天也会好的。洋洋主要是被吓坏了，任明就是个恶魔，洋洋还是他亲表弟，他都对洋洋下狠手。有周红英那样的亲妈，他能好到哪里去？海童冷冷地道：
姐，我们报警处理了，虽然不能让任明坐牢，可以让周红英夫妻俩赔偿，不管他们谁来说情道歉，你都不要接受，坚持要他们赔偿。海玲狠狠地道，除了赔偿，还能让他付出其他代价吗？他把我洋洋打成这样，彤彤，你当时有没有把他的手卸了？奕晨他们逼着任明的爸出手教训了他，把他打成了个猪头，那还用皮带狠狠地抽了一顿。奕晨说，任明被他爸用皮带抽打后，浑身都是伤痕，看起来触目惊心的，还把他们家砸了。海玲恨恨地道，我真恨不得宰了那个恶魔。海童也想，但他们都还有理智，并没有自己动手教训任明，只让任姑丈当爸的出手教训任明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海童也摸透了战印的处事方式。他在愤怒啊，都不会轻易触犯法律啊。事后想一想，他觉得战印的处事方式很冷静，至少不会为了报复别人，把自己下半生赔进去。这一次呢，真的多亏了战印和他的弟弟们。这样的男人值得他托付终身。等姐姐的事情处理好了，他要好好的和战印敞开心扉的谈一谈，那为他们的未来谈一谈。洋洋，那周红林啊，带着父母也找了过来。他们是一路问医生护士，才找到洋洋住的病房。战印一个眼神，他的弟弟们就筑成了人墙，堵住了病房门口，不让周红林一家3口进入病房。战印，你让开吧，我要看我儿子。洋洋是我儿子啊。周红林是想抢夺儿子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儿子的，那是他亲生的儿子呀，他怎么可能会想伤害儿子？外甥女在电话里跟姐姐说，是洋洋和小宝闹矛盾，洋洋先打了小宝，大外甥才会打洋洋的，就是下手狠了点儿。姐姐说，孩子嘛，不知轻重，毕竟任明也才10岁大啊。知道洋洋被打得住进了医院，周红林也气姐夫没有帮他照顾好洋洋，也心疼洋洋，所以他带着父母匆匆地赶来。战印居然让人挡住他们的去路，不让他进病房看洋洋。洋洋，你们让开啊，我要看我孙子，我可怜的孙子呀。周母就一边想推开战家兄弟，一边嚎着，让人听着他很伤心的样子，眼里却没有泪。打了洋洋的人是他一手带大的外孙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向着外孙还是该向着洋洋。想着先看看洋洋伤得有多严重吧。战印冷冷地对周红林说道，洋洋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真的心疼你儿子，就不该做出今天这样的事情。你自己的家人是什么德行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放任他们抱走洋洋，有替洋洋想过他会面对什么，遭受过什么吗？你们夫妻要离婚，坐下来谈不拢就打官司，但拿孩子当筹码就是人渣所为。周红林也知道自己这一次错的离谱，要是儿子有个闪失。战印，先让我们进去看看洋洋好吗？我和海玲的事我们会自己处理，我现在只想看看洋洋，他还好吗？战印冷冷地道，现在洋洋情绪很不好，你还不能进去看他呢。海玲愤怒的声音传出来，战印，让他们进来，让他好好的看看他帮扶的姐姐外甥是怎么对他的亲生儿子的。战印默了默后，就让弟弟们让开了。周红林立即带着父母进了病房，海玲抱着洋洋移开了冰块，让周红林看洋洋的脸，都敷了好一会儿，都还是红红肿肿的。小孩子的皮肤本来就嫩，被任明那样发狠的打着，一时半会是无法恢复过来的。看到儿子小脸都被打肿了，平时清澈明亮的大眼睛，此刻全是惶恐。据忆，周红林就算平时很少带儿子，也心疼的直骂任明不是东西。任明怎么下得了手啊？我真是白疼他了。周母心疼的想摸摸洋洋的脸，洋洋吓得立即扭头埋手在妈妈的怀里，两手又害怕的紧抓住妈妈的衣衫，害怕的叫着妈妈妈妈。海玲一巴掌拍开了婆婆的手，冷冷的道，洋洋怕你们，别碰他。任明那个臭小子，等我回去，我定要好好教训他。我照顾他长这么大了，不是让他打我孙子的。那周父心疼孙子之余，就是愤怒。
觉得夫妻俩这么多年来帮着女儿照顾3个孩子，女儿的是说的好听。因为儿子一家3口都住在市区，梁老又不愿意跟着儿子住，他当女儿的住得近，把梁老接到他家里住，说是有伴儿，其实是让梁老帮着他照顾儿女。他公婆不帮忙带娃的，不管是他的还是小叔子的，公婆都不帮忙带，说什么孩子是他夫妻俩的，理应他夫妻俩带着。他们夫妻俩就尽心尽力地照顾3个外孙，可以说还出钱出力了。儿子平时给梁老的生活费，不都是花在了女儿一家子身上？结果呢，养大的外孙却暴打他的亲孙子。那周父忽然觉得夫妻俩养大的外孙是白眼狼。安抚好洋洋后，海玲冷冷地质问着婆婆一家子：现在洋洋这样子，你们满意了吧？洋洋从出生起，你们就没有帮忙照顾过他，抢走他，你们又不用心照顾他，当他是小猫小狗啊？就算是小猫小狗，也要照顾才能生存下去啊。那周父周母都不敢说话。周红林好一会儿才说：这是个意外，我们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外甥女说是洋洋先打小宝，任明才会打洋洋的。海玲猛站起来，一脚就踢向周红林，骂道：他说的话你也信啊？洋洋从来不会主动打人，肯定是任小宝先打了洋洋。洋洋还手，他装哭，让任明帮他打洋洋的。大姑姐的3个孩子什么德性啊？海玲这个当舅妈的很清楚，这也是她坚决拒绝周红林的请求，帮周红英照顾儿女。任小宝来她家的时候，都欺负洋洋，抢洋洋的玩具。在她自己家里的时候，她更会无法无天，往死里欺负洋洋。周红林挨了海玲一脚，他也不敢还手，外面站着好几个帮手呢。战印家里兄弟多，周红林是知道的，这大家一起吃过饭吗？当时他和战家老3还相谈甚欢呢，没想到再次见到战印的那些兄弟是在这种场合下。洋洋，来，爸爸抱好吗？周红林没有再替外甥辩白，他想抱一抱儿子。洋洋不要他抱，死死地抓住海玲的衣衫。海玲也抱着洋洋，避开了他伸来的手。周红林，你要是还心疼一下你的儿子，请你带着你的父母现在就离开，不指望你替洋洋讨公道，也别在这里吓着洋洋，洋洋已经被吓坏了。海玲的声音又带上了哭腔。周红林看着儿子，周母想说什么呢？被丈夫按住了。她看看丈夫，见丈夫黑着脸，周母终究是什么都不再说。良久，周红林说道：我们先走，海玲，你好好的照顾洋洋。在洋洋抚养权未定之前，我向你保证，不会再抢夺洋洋。把洋洋抢过来，他自己没有时间照顾，那把洋洋交给父母的话，他不放心了。除非父母搬过来和他一起住，但佳妮说希望以后不与公婆同住。他和海玲今天是没有谈拢离婚条件，在海玲起诉离婚期间，他们也可以继续商议的。他想尽快离婚，不想再拖下去。周红林带着父母走了。出了医院后，周母就说了：红林，你该不会就这样放弃洋洋吧？妈，现在洋洋情绪不稳定，被吓坏了，他是他妈和小姨带着的，与他们感情深厚，先留给他们照顾着，有利于洋洋的心灵恢复健康，并不代表我就放弃洋洋的抚养权。周红林系上安全带，妈，我和海玲离婚后，你和我爸从我姐家里搬回我们老家住吧，洋洋再让你们带，每个月的生活费我会多给几千元的。任明这次太过分了，把洋洋打成这样，我是不放心让洋洋在我姐家里生活的。周父说道：红林，你现在就送我和你妈去你姐家里，我们回去收拾东西，搬回我们自己家里去，以后都不帮你姐带孩子了。我和你妈对任明多好呀，他们却这样对洋洋，你当爸有没有心疼洋洋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当爷爷的看着洋洋被打成那样，着实是心疼愤怒。周红林还没有说话呢，姐姐就打电话过来了。她一接听呢，姐姐在电话里骂着：周红林，你儿子被打得有多严重？我儿子也还是个孩子，他能把洋洋打成什么样子啊？
他们让你姐夫教训任明，把任明打得都不像人了。他们肯定是故意的，故意抱着洋洋去医院，赖我儿子把洋洋打进医院的。我儿子被他爸打成这样子，他们得负责啊，不赔钱。我跟他们没完没了，仗着人多欺负我们，还把我家里的东西都砸了。周红英到家后，看到大儿子那副惨兮兮的样子，心疼极了，骂了丈夫一顿，当即打电话给弟弟：“你跟海玲说，让她妹妹登门道歉，我家被砸坏的东西都照价赔偿，还有我儿子的精神损失费，不赔到我满意。我是不会罢休的，别以为我怕她婆家人多了啊。”周红英现在对弟媳姐妹俩是恨之入骨的。她今天被海玲暴揍一顿，那儿子又因为海彤婆家人的原因，被丈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她吃了天大的亏。不从海彤那里找不回来，她就不叫周红英了。